你好，我是说书人 Vocal， 借由环岛1个月来拍摄台湾的故事。在第6天的时候，来到了阿里山。今天要去的地方非常难以形容，是一条前人开拓的非常艰险，但又总是被大自然天灾夺回的废弃森林铁道绵月线。它位于宜叶兰自然保留区，必须在事前申请。最近绵月线非常的受欢迎，我想是因为人人都爱它的珍贵自然风光，也爱它曾历经的悲喜故事。不过也因为太受欢迎，开始出现了不少问题。让我们慢慢从头说起吧。早，现在是4点左右，我要去坐火车了。只睡了3个小时左右，好累哦。起床的时候有点累，然后我发现我还忘了带早餐。来坐日出的小火车了，走吧。上一集我们聊了奋起湖的故事，也说到了阿里山5期。那就是森林、铁道、日出、云海、晚霞。而今天睡眠不足也要继续行程的原因，就是想要拍下阿里山的日出给大家看。同时，这也是我人生第1次搭阿里山小火车，实在太满足了。天还没亮，当火车进站，我的心情不禁开始莫名兴奋，终于要圆梦了吗？登上车厢，座椅配色和日本京都的电车不约而同地采用咖啡色、绿色的搭配。宝蓝色的吊环与地板的蓝色互相呼应，抬头看则可以看到代表台湾的梅花哦。摇摇晃晃的，徐徐的朝祝山车站前进，平时却隽永，这就是台湾火车的味道啊！到站后会有2个地方可以选择看日出，一个是较近的祝山观景台。一个是小笠原山观景台，我选了后者，要多走10分钟的路。好暗啊，喘。我想的是尽早到那边架好脚架，到时候希望能同时拍照，又要拍下影片给大家看。可是天不从人愿，大家苦等了好一阵子，日出却被云给挡住了，这就是人生啊！不甘心的我在人潮都走后，还呆站在原地，有点失望。没想到啊，渐渐的，抬升的阳光从云的缝隙洒下，梦幻般的投射在大地上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拍完阳光后真的好饿，以这状态要背摄影器材走森林步道到早平车站，再走进绵月线深处，再走出来，约20公里7小时，我看恐怕会不太舒服吧。所以我决定到刚刚经过了这家店用餐。这边的气氛很好，食物选择不多，我点的是苦茶油面线，非常健康。苦茶油是阿里山的特产之一，对身体很好哦。第1次吃的我觉得非但不苦，而且蛮香的耶，拌在素面线里显得滋润又提味，值得推荐。我跟你们讲，现在有一个很珍贵的鸟，它就在我的后面。刚刚我在拍它，这边的鸟竟然不太怕人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在这个椅子上有没有？
它竟然不太怕人，你看，它的那个眼睛旁边有一条白线，那它刚刚跟我离超级近的啦，好可爱哦，现在也很近啊，太可爱了，天哪，这边真的是生态很棒哎。真没想到一走出店门口就能遇到一向亲人的金翼白眉，眉毛上和下颚的2道白色，以及翅膀尾部的蓝黄色，真的太可爱了。遇到的话，动作不要太大，就能离它比较近拍哦。哇，才刚拍完金翼白眉，我竟然就遇到了帝雉，这是看不到日出的补偿吗？帝雉是台湾本岛的特有鸟，目前被列为世界近危鸟类，栖息在高山。被发现的最高纪录是出现在3850公尺左右。大家拿出皮夹里的1000块，看看背面就可以发现有帝雉在上面哦。全身大面积蓝黑色的羽色，搭配上撞色的红色眼圈，高贵但又傻萌，太可爱了。好啦，该上路了。我要先走回祝山车站，然后穿过祝山步道下到早平车站。绵月线的入口就在那。光这一段大概要走50分钟，加上拍片和拍照，可能1小时多。走吧。到早平车站啦，你看这边已经可以看到，远方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应该是绵月线的隧道吧，摊方的隧道。走吧，再往前走。阿里山森林铁道非常知名且珍贵，1912年就开始使用。以前曾有世界3大登山铁道的争议说法出现，但不论是真是假，它绝对都还是非常伟大且具有特色的工程。举例来说阿里山铁道是登山铁路，它向上攀升时，旁边的森林从热带变成亚热带，再变成温带林相，景色变化超级丰富。而其路线螺旋形的走法加上和缓的弯度，让游客能够舒适的上山。其他像是碰壁、之字形走法等等故事也都很有趣。限于篇幅，我们之后在粉丝页或 IG 聊吧。左边往姐妹潭，右边这个就是绵月线了。走吧。终于看到第一个隧道了，哇，等好久。今天的主角是绵月支线，这条线当年载的是木材，地形非常险峻。后来的游客搭乘时总觉得特别刺激，几乎不敢看窗外的悬崖，尤其是在雾起的时候，就像在云里漂浮，也算是另类的只缘身在此山中了。那为什么绵月线最后还是荒废了呢？其实就是921大地震以及88风灾2度重创的这条路线，崩塌的隧道难以修复，导致现在只能先搁置。绵月线的终点是石猴站，单趟总长9公里多。这里虽然一路平缓，不太有坡度的变化，但是其实暗藏危险，像是崩塌的隧道需要攀爬，悬空高达6层楼的铁轨必须谨慎通行，都是要格外小心的事情。而我这次的目标其实就是走到后面的悬空铁道，看看当年的伟大工程。明隧道的风景真的超级壮丽，但坍塌程度也是最严重的。
看上去真的是触目惊心。还好这里有前人已经设好可以让大家踩爬的栈道，再配合可以拉的绳索，就能安然度过。感谢他们。来之前我特别期待，也特别担心明隧道这个地方。不过实际上，因为它有一层一层的结构，倒是不会直接滚落最深处啦，这点让人放心不少。但当然还是要超小心。哦，终于爬过来了，实在有点刺激。眼前是不少人的帐篷，这里是非常受欢迎的露营扎营地点。我们继续走吧。终究还是需要手电筒。走。哇，里面，哇，这个是登山友放罐子在这边接天然的水，然后给大家喝。如果没有带水的话，就比较没有那么恐怖。这水很纯净啊。到了，比较危险的来了，那就是像这样的悬空铁轨，只要一个不小心，就有可能跌落好几层楼高的高度，受伤是免不了的。哇哦，这个真的有点高。一开始这样的铁轨还只有1-2层高，到后面有高达6层的致命高度。铁轨、枕木、木板在山中湿气的侵蚀变得湿滑，或者不这么牢固。我走的时候放低重心，尽量不要去踩铁轨，因为我怕青苔会滑。我大多会踏在木板与它下面结构双重叠合的地方，会比单踩木板让人安心。中间踏到某些木板，真的明显发现它已变直，发出的声音听起来不太牢固，真的要多加注意。这里是有游客摔下去过的，发生过好几次了。这个路线真的太美了，不过我自己觉得不太适合有居高症的人来走，还是适合推荐给比较谨慎的人来体验吧。好啦，今天绵月线的这个体验结束了。其实我原本就是没有对石猴没有太大的兴趣啊，我主要是对这个下面是镂空的铁道，还有那个隧道，还有前面第一个那个拍的隧道遗迹，直接看到外面的那一种。这2个拍到了，其实我就满足了，因为我其实还要留时间下那个台南，走回去可能还要走好久。说是说要走啦，结果因为我来的路上我有发现，就有些隧道蛮漂亮的，所以我刚刚又忍不住像疯子一样，就一个人在那个又湿然后又黑的隧道里面拍了，应该有20-30分钟吧，有点超过时间了。但是其实天色是还好啦。走吧，回程了都。由于边走边拍，所以花了不少时间。今晚还要开夜车到台南，准备折返啦。起雾了，山岚吗？蛮有气氛的。哇哦，真的变哇！各位，哇，这里本来超级漂亮我完全。还看得到我吗？我是在什么仙境吗？天哪！不愧是阿里山。准备开车下山，突然起了满山的雾。一开始还有前车可以跟，后来剩自己一车，根本是完全陷入雾中，前面什么都看不到，太有气氛了吧，一定会很难忘。原本预计要开3小时，我看这下也只能慢慢来了。在我前来绵月线的几个月之后，台湾疫情大幅好转了，也因此非常多人都前来一窥这条失落铁道的神秘面纱。而由于山上毕竟不是专门又方便的游乐园，所以就产生了不少问题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。大家如果要来，记得要带灯哦。手机的话，记得保持有电。不少隧道都是没有光源的。
另外，真的请记得不要留任何垃圾、食物、厨余在山上。要上厕所，请远离步道、水源、营地。挖猫坑将排遗用落叶掩盖埋起来，一起来维持难得的自然资源。好啦 ，vlog 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。下一集我们要到台南来找寻盘踞在公庙上的巨龙。喜欢的话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哦。拜拜。台湾疫情大幅好转了，也因此非常多人都前来一窥这条失落铁道的神秘面。哇！要上厕所请远离步道、水。喜欢的话记得留言、